你还记得吗？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别忘了，你是一匹狼。前面是狼渡滩，远处就是狼山了。我在这里找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婴儿。你们原本有6个兄弟姐妹，你的父亲是狼王。这个地方是格林出生的地方，我到这里已经第3天了，但是这儿跟我记忆当中的完全不一样。6个月之前我来到这里找小格林的时候，这一片草原上还驻扎着几10家帐篷，但是现在入了冬，居然撤得一家都不剩了。哇！我们俩来到这里，很累，也很困，但是人也找不到，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去了。劝你跟你妈说说，这样找法不行的。咱干粮都快吃完了，蓝毛都没看到一点。如果没有月光，草原上的夜晚对我们来说就是睁眼瞎。可是狼是夜行动物，格林一到了晚上就倍儿清醒，喜欢到处溜达，但我真不敢让他走远。白天格林觅食的时候差点踩上狼夹子，我怕清晨一醒来就再也看不见他了。这个家伙，大晚上的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嘛。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害怕，知道吗？你还知道害怕呀？你再快喝水。你还敢找狼去吗？狼是群居动物，独狼活不下去的嘛。狼群真是要来了，咱还活得下去吗？算了算了，你睡吧，我守夜。那你把这望远镜拿着。这么黑，你让我望远？独居荒野，孤立无援，有限的食物和冰冻的草原，而更具威胁的是频繁出现的盗猎者。他们破坏盗猎者的陷阱，并把陷阱中的猎物给格林做口粮。在这盗猎猖獗的狼山地带，还会有剩余的狼吗？他发现什么了？
哎，怎么从那边钻出来了？哎，他这点好熟啊，玉凤。这个洞位于倾斜的山坡上，这里灌木丛生，既隐蔽又有绝佳的视野。山脚下是清洁的水源，洞口的沙土平台是小狼玩耍和大狼瞭望的地方。洞边还遗留着春天时候的小狼粪。主洞附近另有几个逃生出口。在冻土坚实的高山上，这是要历经几十年、几十代狼才能挖成的老狼洞。格林像一个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孤儿，懂事后重返故里，寻找失散的亲人。然而家园安在，亲人安在。格林，这就是你的家了。这天，他们巡山归来，就发现了异常。野狼探查过了他们的营地。这狼个头不小，要比格林大1倍。再找一找，他们从这个地方穿过去。这个脚印现在看起来就很蹊跷了。你看这边是单独的单排的脚印，这个过来，然后过来呢，应该是直接往前走了。你看，然后他从那儿返回了之后，然后就在这儿打了一个滚，然后之后再往哪儿走的脚印我们就找不到了。太诡异了。对，他就让自己的脚印形成了一个圈，然后让你无从跟踪。这都有狼吗？狼吗？有戏。当然，她是个母狼。你跟我一样。行了，就把帐篷扎在这儿吧。帐篷哪里顶用啊？我找牧民帮忙给咱们弄个房子吧。昨天下雪就这种下的嘛，可就打这样，这里面飘进去。飘进去。那倒不是，你干了就。刚好漏到床上哈，第二天起来说不清楚。回头把那个屋顶擦洗干净，这些雪水收集起来，我们平时可以用的。我倒不担心漏，我就是觉得你这房子像是豆腐和屁做的东西，会不会垮啊？你这个乌鸦嘴！我娘教的时候，你还在和泥呢。你修房子的时候，我修。那我和泥就肯定比你专业了。那我来吧，你去把太阳能板装上，那是大闪片。完了。房子整好了，我再去弄些吃的来，再弄个炉子，咱们就有根据地了。
个冬天我们还得多囤点牛粪，要不然冬天那个雪一下以后，牛粪全是湿的，一烧全是烟，屋子里我们成腊肉了。能用的我就还能用。我们分下工嘛，收集牛粪、铲雪、捕猎、巡山这些事儿我来干，然后你呢就在家里面做饭，带格林。有了避风的小屋，有了融融的炉火，2个人1匹狼，在荒野里安了家。狼群等级森严，群体里的地位必须通过争斗夺取，所以格林总是一有空就要提醒蜜蜂，自己才是二当家的。向首领示弱，有利于维护群体内的和平。吹腻。一峰不用跟格林抢电视了，因为这儿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与世隔绝。我们用太阳能蓄电，收集雪水，用干牛粪取暖做饭。屋子很小，只有15平米，但是我们拥有最辽阔的花园，每天可以毫无阻碍地看到日升月落，银河流星。为了寻找野狼的踪迹和锻炼格林的野外生存能力，他们经常深入狼山地带以及狼渡滩和大河湾。这些地方是野狼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嘿，有你这个，太讨厌了，过去嘛。看看，对。踩着我站都站不起。好了。背着干粮翻山越岭。草原有句话，望山跑死马，有些看着近的地方，走起来可能要一整天。高原徒步是非常耗费体力的，我们也像狼一样，顾不得风吹日晒，随时累了随时歇息。嫌你的脑袋太重了。老伴，咱们各睡各，不准放屁啊！把尾巴收回去，夹紧。好臭啊！是。放狼屁。你来了，睡一会儿啊。以前你小的时候还躺在我肚子上睡觉，记不记得？
再没有不愁吃喝的日子。格林睁开眼睛的时候，几乎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奔忙，一切的努力只为活着。兀救盘旋是开饭的信号。格林已经足够强大，他不再惧怕猛禽。一群兀救吃光一头牛只需要不到30分钟，要夺食就得快。一头牦牛把血肉还给了草原，为其他的动物延续了生命。每个狼家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我们的歌如同人与狼的相遇。把他给乐的，啊，回来了。加变调，我跟你说，那样是那样变的。格林，看见吗？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同伴。快去，快去，快去啊！格林还有点迷茫，还没整明白。那个狼肯定有点疑惑，格林怎么跟我混在一起？快走啊！
哎，快！他怎么回来了？他受伤了。让妈妈看看你伤哪儿了。不痛。这个痛咬穿了。这些狼还真下得了口啊！骨头没事儿。怪了，以前他被藏獒咬伤的时候流好多血的，这次怎么没血呢？这是什么？弄到伤口上。这东西挺神的，他脖子上全蹭的这个，看，收集了很多。你过来看，就这种，这里面这个沫沫取一点点出来，它在伤口上止血效果特别好。回头如果碰到牧民，问一问这是什么东西。后来唯一才知道，这叫马搏，是一种腐生真菌，干后烟尘状的粉末是最好的伤药。藏语名字叫波切，意思是狼的奶渣。野狼捕猎受伤是常有的事，也许这正是狼发现的药。格林啊，格林，我不可能陪你一辈子了，你以后怎么办？唯一根本没料到，野狼不仅没有接受格林，还对格林下了口。魏一原以为，只要格林一来，留下狼的气息，或者半夜里一嚎叫，不出几日，野狼就会把格林带走。现实是，送一只人养大的狼回归狼群，绝不是唯一想象的那么简单。伤后的格林觅食更加困难，他已经3天没有吃到像样的食物。一个猎手失去了捕猎的能力，如果是单独在野外，他就饿死了。格林是幸运的，我们在冰湖里发现了2只冻死的野鸭，把它们煮熟了，混上糌粑干粮熬成汤，应该可以熬过这段时间。不过格林已经等不及了。煮熟了再给你，好不好？你不怕烫啊？啊，你不怕烫啊？烫死我了！他那个爪子很烫，还没好。他不怕烫啊？
个大白兔，太好逗了。乖，哎，慢点，你看完你冲掉了吗？腿已经好利索。冬季草原上的日子固然艰苦，但有格林在，就充满了期盼和快乐。格林成了唯一和一峰草原生活的中心，格林是他们的全部，他们也记录和见证着格林成长的点点滴滴。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到清晨和黄昏，格林依然会呼唤他的同伴。这片山脉是格林唯一的希望，只有这儿的狼群才可能跟格林有血缘关系。他们为什么不要他？我不能放弃，因为格林没有退路。他们深入狼山地带，几乎走遍整个狼山的各个山脉和狼肚滩。然而只有偶尔看见过2只狼影和大量的狼爪印和狼粪外，狼群仍然没有出现。有狼粪啊？新的还是旧的？哇，这儿这么多狼粪！这个肯定是头狼的狼粪，好大，它的消化液太强了，里面只剩下骨头的粉粉，还有那个一点点毛发，而且那个毛发都已经变得很脆了，里面的蛋白都被消化了。咱们不会闯到狼群的公厕里了吧？我觉得这就是狼群交换信息的地方，狼粪就相当于他们各自的留言。你收这些干啥？带在身上呗，得让格林熟悉这个味道。全部装一块儿。那个刚才那儿还有一堆，捡了没有？捡了。啊，格林哪去了？你别笑，他也在跟狼群里。变条了吧？这是格林第一次尝试跟狼接触，但是最后第2天，格林回来了。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如果想弄死他的话，就不会让他活着回来，因为那个狼完全有能力咬死格林。第2一点就是，我一直觉得很迷惑的，就是格林回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像是被处理过的。到现在在我心里面也是一个谜，就是我从来没有教过格林伤了以后他怎么处理，那都是我给他处理的。但是他自己能够在草原上找到这种药，这难道是他自己无师自通吗？这个马博呢，在夏天的时候，春夏天的时候，它是白白的、胖胖的、大大的、圆圆的，大的能有一个足球甚至一个篮球那么大，然后泛着一股蘑菇的香味儿。再后来，我每次看到有这个马博的时候，不管是新鲜的还是已经干掉的，我就会收集很多。然后等到它干了以后，它里面一挤就会出很多很多的烟尘，就像那个白药一样。那个烟尘就是止血效果相当的好。而且这个马博在藏语的名字翻译过来，它就叫做狼的奶渣，可见狼也许一直就是用这个作为伤药。
再到后来格林已经回归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么多的马博用处也不大了，我就把那些全部都随风一撒，就撒在我们小屋后面的山坡上了。再后来那片山坡上就随风长了很多很多的马博，你远远的看去，一片绿油油的山坡，到春天夏天的时候绿油油的山坡碧草之上，一颗一颗的白色的那个乒乓球大或者是更大一点那个像网球大小的那个马博，就像是高尔夫球场散了一地的球。那儿以后在重返2的时候，后来我们看到有狼就把那个地方当成了他们的医疗所，有狼受伤的时候他就会到那片山坡去寻找马博。我觉得这也算是留下的一件好事儿吧。冬天的时候我们在核心区里面要出来一趟非常非常的艰难，如果要出来就是硬闯出来，我们还开着那个车子从河里面过，不知道那个河里面有多少淤泥，河水又挺深的。要向左一点。现在已经下水了。下了。你当时说的咱们能下水吗？我说的咱们交了车船税的，为什么不敢下水？牛过来了。过了。看看后面一只野鸭子为你庆功了。哎呦，哦，飞来一群野鸭。是马鸭吗？不是。哦，能干能干能干。哦，哦，正式封你这个车为牛车。不管是看影片的时候，还是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说如果格林是我的狼的话，我绝对把它养着，我不会放它。或者说他喜欢跟狗在一起就跟狗在一起嘛，那他选择的生活呀，獒场也可以养活他，他跟流浪狗在一起，人们偶尔投食他也可以活呀，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命运不由己，身不由己，所以我很庆幸格林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真的觉得当初送他回狼群真的是对的。我觉得无论是人也好，狼也好，还是任何一种生命也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是走是留，既然要生存，既然你选择的是活着，那就活出精彩，那就活出你自己的样子。当你不再给自己退路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勇往直前了。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守望狼山。有人终将离开，雪花终将覆盖，遇见你那刻也是分离的开始，日暮会迎来散场，昙花会终将绽放，盛开那刻是消失的开始，遗憾堆积成莫忘。想念会有声音吗？呼喊换来再见吗？
家绽放，消失的可是重生的开始，重返最初的模样。有人种下